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在达沃斯的发言，批评集体主义，夸奖自由主义，为他迎来了赞美。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小作文：米莱当选这1个多月，除了立即实现贸易顺差，阿根廷股市指数从不到6万点上涨到11.3万点，涨幅2倍。但小作文故意不提一个简单的事实：米莱一上任就宣布把1美元兑391比索调整为1美元兑800比索，比索大幅贬值，自然会带来贸易顺差和以比索计价的股票指数上涨。但大家看一下，在美国上市以美元计价的阿根廷 ETF， 就会发现，从米莱赢得大选的11月19日到现在，这只 ETF 只涨了8%，而之前的涨幅反映的主要是美联储停止加息。股市的变化反映了米莱执政纲领的2大核心：第一是先将比索大幅贬值，再逐渐以美元完全取代比索；第二是减少占 GDP 15%的政府财政开支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大裁员，并将铁路、航空和石油等不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。和绝大部分国家一样，阿根廷的股民只是少数。对大部分阿根廷人来说，首先遭遇的是财富缩水一半。消费物价 CPI 在12月相比11月上升了26%。2023年 CPI 增加了211%，创下了32年的新高。要知道，在2021年，1美元还只能兑换95比索。然后呢，一部分人将因为财政紧缩、大裁员和私有化而遭遇失业。目前，阿根廷的贫穷人口占40%，未来可能上升。米莱自己也说了，经济会先变差，将来才有可能变好。米莱呢，才上任1个多月，小作文的夸奖操之过急了。米莱自己都说了，改革需要35年才能完成，而顺利做完4年任期都有难度。我预计这4年阿根廷是没有可能搞美元化的。2023年底，阿根廷的国债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，家庭、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接近2000亿美元。2023年底，阿根廷外汇储备扣除债务支出后的净储备是负的80亿美元，而2024年仅国债部分需要偿还的金额就达到了170亿美元。由于阿根廷债券多次违约，在国际市场很难发债，即使发债的成本也非常高。4年内用美元完全取代比索的美元化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实际上，在1991到2002年，阿根廷为了遏制印钞和通胀，实行了比索和美元1:1挂钩的联系汇率制，通胀快速回落。但2000年美元汇率走强，阿根廷出口受到冲击，经济走向衰退。2001年，阿根廷改用双汇率制，降低出口使用的汇率，但很快联汇制无法维持，只好改为浮动汇率。从2001年底到现在，阿根廷的比索缩水了800倍。阿根廷即使将来采取美元化，只要遇到经济周期与美国不同步，就依然会遇到重重困难。最困扰阿根廷经济的，其实还不是米莱说的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争。过去左翼、右翼政府轮番登场，也都没能避免经济反复衰退。真正困扰阿根廷的是，过去100年也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，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，产业结构单一，主要依靠农业和牧业的生产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。靠天吃饭的经济碰上左右摇摆的政府，阿根廷病难以治愈。这也是为什么米莱说阿根廷经济改革需要35年。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常说，世界上只有4种经济体：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、日本和阿根廷。我是夏春，让我们一起学会深度思考，看懂经济，做好投资。期待您的关注与转发，咱们下期见。